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明明是第一次见面，你却觉得认识了他一辈子。又或者他什么都没做，你一看到他，心里就莫名其妙地冒出一股无名火。我们常常以为这只是单纯的合眼缘，或是性格不合，但其实你的喜怒哀乐，你被谁骗走血汗钱，又被谁无私地深爱着，早就在上辈子写好了剧本。你现在正在经历的婆媳不和、夫妻冷战、儿女叛逆等场景，其实都是生生世世的业力牵引。在佛家眼里，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你们之间早就有一条看不见的线紧紧绑在一起。今天我们将用最白话的方式为你揭开人际关系背后隐藏的因果密码。当你听懂了接下来的内容，你看待伴侣、孩子的眼光将会彻底改变。你心里那些委屈、愤怒和半辈子放不下的结，都将在这里找到真正的解药。你不仅能明白这些恶缘因何而来，我还会给你3个马上就能用的微行动，教你彻底化解身边的情感烂账，把逆缘翻转为善缘。那么，要解开人际关系里这些错综复杂的死结，我们首先要明白佛学里2个非常核心的概念，也就是缘起与业力。今天我会讲3个真实的因果故事，特别是最后一个，一定会让你对现在的家庭关系完全改观。请一定要看到最后。用现在最白话的方式来说，业力就像是我们每个人灵魂深处的一个无形银行账户，你对别人做过的好事、付出的善意，甚至只是在路边帮忙捡起一件垃圾，就会存入善业。相反地，你对别人的伤害、欺骗、嫉妒，甚至是在背后说人家的闲话，就会一笔一笔地存入恶业。这个无形的账户比银行的保险箱还要安全，它不会随着我们肉体的消亡、火化而消失，它会紧紧跟着你的灵魂，生生世世的流转。等到机缘成熟，那些你曾经欠下的人，或者欠了你的人，就会以不同的身份再次出现。他可能是你的宝贝孙子，可能是你的主管，也可能是那个借钱不还的朋友，就这样再次走进你的生命里。这就是我们老一辈常在嘴边念叨的，人来这世上就是来报恩的、报怨的、讨债的、还债的。有些朋友听了可能会觉得，这听起来很玄啊，真的有这种事吗？那我不妨给各位讲一个在佛教历史上非常著名也非常震撼的真实故事。听完这个故事，你就会明白业力的牵引有多么可怕。时间根本洗不掉因果，而我们平时的心念又有多么重要。这件事发生在唐朝，当时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高僧，叫做悟达国师。他不仅精通佛法，德高望重，讲经时底下更是常坐着成千上万的信众，连当时的皇帝唐懿宗都对他极为尊崇，将他视作活菩萨。有一天，皇帝为表达无上敬意，下令工匠日夜赶工，赐给他一个无价之宝——沉香宝座。这宝座是用100年难得一见的沉香木雕刻而成，沉香木散发着阵阵幽香，摆在大殿上，100步之外都能闻到。这对出家人来说，已是世间无上的荣耀。当悟达国师缓缓坐上宝座的那一刻，看着底下跪拜的文武百官，听着众人的赞叹，他心里突然升起了一丝骄傲。放眼当今天下，哪位出家人的成就能超过我呢？受皇帝如此大礼，也算实至名归了。朋友们，就是这一念的骄傲，原本日夜保护他不受邪灵侵扰的护法神，看到国师起了世俗的名利心，瞬间摇头离开。因为他的心在那一秒已不再清净，护法神一走，可怕的事发生了。
没过多久，悟达国师的膝盖上竟莫名长出一个恐怖的疮，这疮越长越大，最后竟画出人的五官，有眉眼嘴巴，甚至长出了牙齿。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人面疮。这个人面疮不仅吓人，还会要东西吃。如果不喂肉喝酒，他就在国师腿上狠咬，让他痛不欲生，日夜哀嚎，连诵经的力气都没了。皇帝心急如焚，寻遍天下名医，用尽珍贵药材与针灸敷药，但那疮就像嘲笑他们一样，毫无好转。就在国师走投无路时，他突然想起年轻时曾结下善缘的圣僧迦诺迦尊者。国师忍着剧痛，拄着拐杖，千辛万苦走到深山寻访尊者求救。尊者看到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国师，没多说什么，只平静地指着山下一汪清泉，用这泉水洗一洗就会好的。就在悟达国师满怀希望，捧起泉水准备清洗时，那长在肉上的疮竟张开大嘴说话了。他发出凄厉的喊叫：慢着，你先别洗，你是个博学多闻的国师，一定知道西汉时期袁盎和晁错的故事吧？国师愣住了，忍痛回答：知道。人面疮冷笑一声，充满恨意地说：你就是当年的袁盎，而我就是被你害死的晁错。当年同朝为官，你为己立向皇帝进谗言，害我全家被抄，我更在东市被残忍腰斩。我临死前那份怨恨，生生世世都放不下。这10辈子以来，我一直在找机会拖你下地狱。可是这10世，你每辈子都是持戒精严的高僧，有强大护法神保护，我无法靠近半步。直到这次皇帝赐宝座，你动了名利心与骄傲心，护法神离开，我才找到漏洞附在你身上，让你尝尝我当年的苦。悟达国师听完，吓得浑身冷汗。时事啊，朋友们，几百年的岁月沧桑，朝代换了好几个，但深埋灵魂里的仇恨却从未随时间消失一天。最后是迦诺迦尊者用慈悲的三昧水，以至高无上的佛法化解了这段百年恩怨。人面疮感受到忏悔与慈悲，才答应放下仇恨，脱离国师身体。这也是后来佛教中慈悲三昧水忏这部经典的由来。现在很多长辈去寺庙参加法会拜水忏，就是拜这部经典。各位朋友，我们讲这个故事不是为了吓唬大家，而是希望大家能静下心来思考一个问题。悟达国师是修了10世的高僧，功德这么深厚，只因为一念的骄傲，都要去承受前世结下的恶果。更何况是我们这些每天在红尘里打滚，为柴米油盐烦恼的凡夫俗子呢？所以，当你明天早上醒来，看看那个每天惹你生气，为了挤牙膏这种小事也能跟你吵上半天的伴侣，看看那个在职场上处处针对你、抢你功劳的同事，看看那个让你大半辈子操碎了心，甚至还要帮你还债的孩子，你还会觉得这一切都只是你单纯的运气不好吗？古人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这句话是有着深不可测的大智慧的。今生那些让你痛苦的人，往往都是你前世未解的纠葛。他们今天来到你的生命里，不是为了毁灭你，而是为了来结账的，是为了给你一个绝佳的机会，去把前世的恩怨彻底化解掉。如果你还是用当初那种愤怒去对抗愤怒，用无休止的抱怨去回应对方的抱怨，那你就是在原有的旧债上又狠狠地添了一笔利息。这个死结你这辈子解不开，下辈子、下下辈子，你们还要继续绑在一起互相折磨。只有当你真正明白了业力牵引的道理，你才能放下那颗充满委屈和不甘的心。
多一分包容，多一分慈悲。表面上看是饶了别人，其实你是在放过你自己。听完了乌达国师的故事，你可能会在心里纳闷，那我怎么知道我现在身边躺着的那个人，或者我刚认识觉得很投缘的那个朋友，到底是不是我前世的故人呢？其实灵魂是有记忆的，即使我们喝了孟婆汤，经历了轮回的洗礼，忘记了前世的名字和长相，但是那些深深刻在灵魂深处的印记，依然会透过一些微小却强烈的征兆，展现在我们今生的生活中。通常来说，如果你跟一个人前世有很深的缘分，你们之间会出现4种奇妙的感觉。第一，是一见如故，这是一种很奇妙的心理反应。你明明是这辈子第一次见到这个人，却感觉好像已经认识了他大半辈子。如果你们前世爱得极深，今生相遇时，那种牵绊会瞬间被点燃。如果你们前世是肝胆相照，一起喝茶下棋的老友，今生只要一个话题，甚至一个眼神，就能聊得酣畅淋漓，完全不需要任何客套。第二，是莫名其妙的熟悉感。有时候这种感觉不只是对人，甚至是对某个特定的地方或味道。你走到一个陌生的老巷弄，或者去了一座从未去过的城镇旅游，心里却浮现出我好像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强烈熟悉感。第三，是心有灵犀的感应。这在很多老夫老妻或者母子母女之间特别明显，对方还没开口，你就知道他下一句要抱怨什么。对方在外面受了委屈，心里有一丝难过，即使你们隔着几百公里远，你的心在那一刻也会莫名地揪了一下，心神不宁。第四，是眼神的强烈吸引。轮回学家说过，眼睛是不会说谎的，它是灵魂的窗户。当看着那个人的眼睛时，会在里面看到一种非常深邃、非常熟悉的东西。那种眼神的交汇，会让你瞬间被深深吸引。庞佛透过他的瞳孔，看到了久违的亲人。说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北宋大文豪黄庭坚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完美地印证了什么叫做灵魂的记忆，以及那种跨越生死的牵绊。黄庭坚是苏东坡的好朋友，学问极高，写得一手好书法。在他26岁那年，他考中了进士，被朝廷派去芜湖这个地方当官。有一天中午，黄庭坚在衙门里午休，他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见自己走出衙门，沿着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小路，来到了一个古朴的村庄里。他看到一个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妇人，站在一户破旧的家门口，手里端着一碗热腾腾的芹菜面。老妇人红着眼眶，嘴里还念念有词地呼唤着一个人的小名，叫他快回来吃面。梦里的黄庭坚闻到那碗芹菜面的味道，那种没有多余调味料，只有最纯粹的高汤和芹菜末的古早味，实在是太香太熟悉了。他就像是受到了某种召唤一样，不自觉地走过去，端起那碗面，呼噜呼噜地吃了个一干二净。吃完后，他就满足地醒了过来。醒来之后，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黄庭坚咂了咂嘴，发现自己的嘴里竟然真的有浓浓的芹菜香味，就好像他刚刚真的吃过那碗面一样。他觉得非常纳闷，但以为只是自己太累了做个梦，也没多想。没想到第二天中午，他午休时竟然又做了一模一样的梦，一样的村庄，一样的老妇人，一样的那碗芹菜面。醒来后，嘴里依然残留着芹菜的清香。这下黄庭坚坐不住了，他觉得这绝对不是巧合。他立刻起身，凭着梦中无比清晰的记忆走出衙门，顺着那条青石板路一直走。走着走着，
眼前的景象越来越熟悉，就像是回到了自己小时候长大的老家一样。他竟然真的来到了一个村庄，并且在巷子的尽头看见了梦中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老妇人正在家门口摆着一张小香案，上面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芹菜面，手里拿着香，正在流眼泪。黄庭坚震惊的心跳加速，他快步走上前，恭敬地问老人家：“老人家，您这是在做什么呀？这面是端给谁吃的？”老妇人擦了擦眼泪，叹口气说：“今天是我苦命女儿的忌日，她生前没有别的爱好，就最爱吃我亲手煮的芹菜面，所以我每年到了今天都会在门口煮一碗面，喊她的魂魄回来吃面。”这一转眼，他已经走26年了。黄庭坚一听，脑子里嗡的一声，26年，他掐指一算，自己今年刚好也是26岁啊！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他连忙追问老妇人关于女儿生前的事。老妇人回忆说，女儿生前非常喜欢读书写字，信佛吃素，非常孝顺，但一直没有嫁人，就在26岁那年得了一场疾病过世了。过世前，他指着屋里的一个大木柜跟母亲说，里面装着他最宝贝的东西，千万不要随便打开。黄庭坚恳求老妇人带他进屋看看，来到那个积满灰尘的大木柜前，老妇人无奈地说，我不知道这锁的钥匙被他放在哪里，所以我舍不得破坏锁，这26来从来没打开过。这时，黄庭坚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极其熟悉的画面，他像是回到自己房间一样，熟练地走到旁边的一个墙角，伸手往一个暗格里一摸，竟然真的摸到了一把生锈的钥匙。木柜打开了，黄庭坚往里头一看，瞬间双腿一软，跪在地上，泪流满面。柜子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文稿和诗词，黄庭坚颤抖着手拿起来一看，那些文章的字迹、文风竟然跟自己现在写的一模一样。更让他崩溃的是，他这些年来每次进京赶考写出的那些得意之作，全都是这个木柜里原本就已经写好的草稿。那一刻，黄庭坚彻底明白了，原来面前这位老泪纵横的老妇人，就是他前世的亲生母亲，而他就是那个爱吃芹菜面的女儿转世。他立刻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紧紧抱着老妇人喊了一声：“娘，我回来了。”后来，黄庭坚就把这位老妇人接回了衙门，当作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成婚定审，奉养终身。朋友们，前世今生真的不是戏台上的神话故事。你这辈子拥有什么样的才华，遇到什么样的亲人，特别喜欢吃哪一道家常菜，甚至是你对某种味道的依恋，很多时候早在上辈子就已经写在你的灵魂剧本里了。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既然我们会轮回，那我们是不是生生世世都会和这群人在一起？父母永远是我的父母，夫妻永远是夫妻，孩子永远是我的孩子。其实不然，在佛法的智慧里，有一句话非常残酷，却也非常真实，叫做六道轮回，角色互换。我们在人世间，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排演话剧。这辈子你演我的父亲，我演你的儿子，我孝顺你。下辈子剧本一换，可能你变成了妻子，我变成了丈夫，换你来伺候我。甚至有些缘分如果处理得不好，带了太多的恶业，还会跨越物种，轮回到畜生道去受苦。为了让大家更明白这个道理，我来讲一个非常有名的佛教公案——智公禅师看婚礼。在南北朝时期，有一位得道高僧叫做智公禅师，他拥有很深的神通，
能一眼看透人的前世今生、三世因果。有一天，当地一户非常有钱的富豪人家娶媳妇，办了极其盛大的婚宴。他们在宅院里搭了巨大的棚子，摆了几十桌丰盛的酒席，杀猪宰羊，大鱼大肉，就像是我们常看到的那种最热闹、最澎湃的传统办桌一样。亲朋好友全都来了，现场锣鼓喧天。这户人家为了求个吉利，还特别邀请智公禅师来帮忙念经祈福。智公禅师穿着袈裟，一踏进这户人家的大门，看了一眼满屋子欢庆，正在大口吃肉的宾客，再看了一眼大厅里正在拜堂的新郎新娘。禅师不但没有道贺，反而眉头深锁，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他摇着头，当着所有人的面，唱出了一首让现场所有人瞬间安静、毛骨悚然的赣语。他唱道：古古怪，怪怪古，孙子娶祖母，女食母之肉，子打父皮骨，猪羊炕上坐，六亲锅里煮，众人来贺喜，我看真是苦。大家手里拿着筷子，全听傻了，面面相觑。怎么在喜事上讲这种触眉头的话啊？智公禅师指着大厅里披红戴绿的新娘说：你们以为这是一段才子佳人的美好姻缘吗？其实这位新娘是新郎前世的亲生祖母。原来这位祖母生前非常疼爱这个小孙子，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在他临终前，家里的财产、其他儿女他什么都放下了，唯独就是放不下这个小孙子，拉着他的手迟迟不肯咽气，一直念叨着：奶奶走了，谁来照顾你啊？就因为这临终前一念的强烈执着，祖母过世后魂魄舍不得离开这个家，投胎转世成了邻村的一个女孩。女孩长大后，因为这股强大业力的牵引，竟然阴错阳差地嫁给了当年她最疼爱的孙子。接着，禅师指着外面厨房里锅里正在炖煮的猪肉和羊肉说：你们知道那锅里滚着的，正散发着肉香的是谁吗？那是这户人家前世的六亲眷属啊！因为他们生前造了杀生、欺骗的恶业，今生转世为猪羊，被端上桌来还债的。禅师又指着那些坐在位子上吃得满嘴是油的宾客说：你们再看看这些客人，他们上辈子其实都是这户人家养的家禽牲畜，是被他们宰来吃掉的，这辈子转世为人，又跑来吃这户人家的肉，这就是生生世世互相讨债啊！最后，禅师指着旁边正在打鼓奏乐的乐师和一个正在啃猪蹄的小女孩说：那个乐师手里拼命敲的驴皮鼓，是他前世的亲生父亲转世的，而那个啃着猪脚吃得津津有味的小女孩，她吃的正是她前世亲生母亲的肉啊！朋友们，深呼吸，这个故事听起来非常惊悚，甚至有些不可思议，但这正是六道轮回最真实、最残酷，也最无常的本相。当我们明白了这个轮回互换的道理，你再回头看看你现在的生活，看看那些让你觉得无奈的家庭关系，那个在婆媳问题中每天挑剔你煮的饭菜，处处刁难你的婆婆，有没有可能在上一辈子，你才是那个坐在高堂上严厉的婆婆，而她是你那个受尽委屈的媳妇，现在只是换她来讨回公道。那个你花了大半辈子积蓄帮她买房娶妻，她却对你大呼小叫，甚至忤逆不孝的儿子，有没有可能在好几世以前，是你先骗了她的钱财，辜负了她？我们每天在这些爱恨情仇里痛苦挣扎，觉得自己委屈得不得了，觉得老天爷真是不公平。但如果把时间拉长到3世10世来看，这笔账谁欠谁多，谁又欠谁少，根本算不清楚。我们只是换了个剧本，换了套戏服，
在同一个屋檐下互相折磨罢了。所以，面对家庭里的冲突，面对那些所谓的恶缘，最好的态度是什么？是认账，是放下。下次当你气得想摔盘子的时候，不要再去争一个谁对谁错。当你心里升起怨恨心的时候，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这是我前世结下的缘，这辈子我是来还债的。我现在不生气了，我选择原谅。这个死结到我这里为止就彻底解开了。下辈子我们不要再见面互相折磨了。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跳出这个互相伤害的轮回圈套。很多长辈听完之后，可能会在心里叹口气，觉得，既然这些恩恩怨怨都是上辈子早就注定好的，那我们这辈子是不是就无能为力，只能被动的承受，任人欺负了呢？绝对不是的。佛法之所以充满慈悲，被称为大智慧，就是因为它不仅告诉我们原因，更给了我们解决的方法。它告诉我们一个至高无上的真理：命由己造，福自己求。你今天所遇到的果，确实是前世种下的因，但是你此刻当下所升起的每一个微小念头，你顺口说出的每一句话，却正在为你的未来，甚至是你的下一辈子铺下一条全新的路。为了让大家明白我们日常的起心动念力量有多大，我们再来听一个释迦牟尼佛亲自开示的故事。有一天，释迦牟尼佛带着弟子们在印度的烈日下行脚说法。印度的夏天，那太阳就像火炉一样烤着大地，走得久了，大家都觉得口干舌燥。佛陀便停下脚步，叫身边的弟子阿难，说：阿难啊，前方5里路远的一个小村庄里，有一位在井边洗衣服的老妇人，你拿一个空桶子去，态度和善一点，跟她化缘1桶水回来给大家解渴。阿难心想，化缘1桶水，这多简单的事啊，一定能轻松办妥。他拿着水桶，顶着大太阳走到了那个村庄，果然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正蹲在井边洗衣服。那画面就像是我们以前在乡下，婆婆妈妈们聚集在公共洗衣槽边，一边洗衣一边聊天一样。阿难整理了一下仪容，非常有礼貌地走上前，恭敬地作揖说：老人家您好，我们行脚路过此地，口渴难耐，请问可以跟您要1桶水喝吗？没想到那位老妇人一抬头，一看到阿难的脸，不知怎么的，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无名火，看他怎么看都不顺眼。他非常生气地大骂：不行，这口井的水是我们村子里的人辛辛苦苦打出来的，只能给我们自己人用，你们这些外人一滴都不准碰。说完，拿起手里的洗衣棒就把阿难往外赶，还泼了他一身的水，任凭阿难怎么好言相劝，苦苦哀求，老妇人就是铁了心，板着脸，一滴水都不肯给。阿难满腹委屈，觉得莫名其妙，只好提着空桶子回去，把这灰头土脸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佛陀。佛陀听完并没有生气，只是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接着转身对另一位弟子舍利弗说：舍利弗，换你去吧。舍利弗同样拿着空桶子走到了那个村庄，一样炎热的午后，一样的井边，一样那位看起来脾气很差的老妇人。舍利弗走上前，同样恭敬地说：老人家您好，请问可以跟您要1桶水吗？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位老妇人一抬头，看到舍利弗的脸，心里的怒火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顿时像开了花一样，充满了欢喜。庞佛见到了失散多年的亲生儿子，他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说：行行，天气这么热，可坏了吧？来，年轻人，你别动手，
我亲自帮你打水。老妇人不仅高高兴兴地打满了一整桶最清凉的井水，还热情地叫舍利弗等一下，自己匆匆忙忙跑回家，拿出了家里平常都舍不得吃最好吃的斋食点心，硬塞到舍利弗手里，像交代自家孩子一样叮嘱他在路上吃。当舍利弗提着满满一桶水和食物回来时，阿难和在场的所有弟子都看傻了眼，大家满脸疑惑，为什么两个人去化缘，态度一样有礼貌，甚至说的话都一模一样，结果在同一个人身上却有着天壤之别的待遇呢？这时佛陀才让大家坐下，缓缓开口，道出了这段跨越久远劫的因缘。佛陀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世，这位老妇人因为造了恶业，沦落到了畜生道，变成了一只老鼠。有一天，这只老鼠死在了路边，尸体被烈日暴晒，发出了阵阵难闻的恶臭，苍蝇飞来飞去。那时候，阿难是一个赶货经商的商人，他挑着担子路过那里，看到这只死老鼠，闻到那股臭味，心里升起了一股强烈的嫌恶之心。他皱着眉头，掩着鼻子，满脸厌恶地骂了一句，真倒霉，然后快步走开了。佛陀接着说，不久之后，舍利弗刚好也路过这里。那时的舍利弗是个正要赴京赶考的读书人，他看到这只被暴晒的死老鼠，虽然也闻到了臭味，但他心里升起的却是极大的怜悯之心。他觉得这只老鼠太可怜了，死无全尸还要被太阳烤，于是便忍着臭味，在路边挖了个坑，捧起泥土，轻轻地将它掩埋了，让它入土为安。佛陀看着震惊的弟子们，总结道，经过了久远劫之后，当年那只老鼠转世成了今天这位老妇人。因为阿难当年对他起了一念的嫌恶之心，所以今天老妇人一看到阿难，潜意识里就会莫名其妙的生气发火。而舍利弗当年对他起了一念的慈悲怜悯之心，并且亲手掩埋了他，结下了深深的善缘。所以今天老妇人一看到舍利弗，就欢喜得不得了，不但给水，还要给食物来报恩。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你感到震撼吗？连一个在心里悄悄闪过，看似微不足道的起心动念，连对待一只路边已经发臭的死老鼠，都能在千万年后产生如此巨大的善恶果报，更何况是我们现在每一天直接加诸在身边活生生的人身上的言语和行为呢？我们每天在社区里，在家庭中，对待媳妇的一个白眼，对待邻居的一句闲话，其实都在无形之中为我们的未来播下善或恶的种子。你今天对别人多一份包容，给出一个真诚的微笑，不去计较那一点点的得失，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个微笑就会化作你在人生低谷、生病无助时，别人伸出的一双温暖的手。这就是缘分的奇妙之处。你的心念就是你命运的设计师。前面我们讲了因果，讲了业力，也讲了起心动念的力量。很多朋友听到这里，心里可能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但同时也会问，那我现在该怎么做？我的生活中已经充满了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恶缘，我每天还是会被家里那些琐事气得半死，我到底该怎么在日常生活中去化解它们呢？佛家常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真正的修行，从来都不是跑到深山老林里去躲起来敲木鱼，而是在我们每天的柴米油盐、人情冷暖中去历练。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3个非常简单、非常具体的微小行动，不需要你花费大量的时间，也不需要你具备多深的佛学基础，只要你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开始做。只要你愿意坚持，我保证，你身边的磁场
一定会慢慢发生改变。那些所谓的恶缘也会逐渐转化为善缘。第一，睡前3分钟的关心。我们现代人每天在外面奔波，受了委屈，听了不好听的话，往往会带着一肚子的怨气和怒火回到家。很多人甚至到了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还在不断重播今天和别人吵架的画面，越想越气，辗转难眠。朋友们，带着怨气入睡是对灵魂最大的消耗，也是在无形中加深你和那个人的恶缘。从今天开始，我们试着做一个练习，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准备入睡前，闭上眼睛，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在脑海里轻轻地把今天所有发生过的事情过一遍。当你想起那个今天惹你生气、得罪你的人时，不要去想他有多坏，也不要去想你有多委屈，你就在心里默默地对他说一句话：不管我们过去有什么恩怨，不管你今天怎么对我，我现在选择原谅你。我把这份怨恨放下，不再带到明天。请记住，我们选择原谅，不是因为他做对了什么，也不是为了放过他，而是为了清空你自己的业力账户，为了放过你自己。每天清空内心的垃圾，你的心灵才会越来越轻盈。第二，话到嘴边留半句。我们仔细回想一下，生活中绝大多数的恶缘和冲突是怎么来的？是不是都是从口业开始的？夫妻之间吵架，往往是因为一句伤人的话；婆媳之间的不和，常常是因为一句无心的抱怨。古人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6月寒。语言的杀伤力有时候比刀剑还要可怕，所以我们的第二个微小行动，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练习停顿。当你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当你的伴侣或者孩子做错了事，当那股无名火冲上脑门，你忍不住想要开口大骂，想要抱怨的时候，请你强迫自己深呼吸，把已经到了嘴边的话硬生生地吞回去，停顿3秒钟。就在这短短的3秒钟里，你在心里问自己一句：我现在要说出口的这句话是能解决问题，还是只会结下更深的恶缘？只要你忍住了这半句话，你就斩断了一次恶性循环的轮回。慢慢的，你会发现家里的火药味变淡了，身边的人也变得可爱了。因为你不去种下阿谀的因，自然就不会收到争吵的果。第三，饮水思源的祝福。大家都知道水对人体很重要，但你可能不知道水也是有记忆，能感知磁场的。很多科学实验都已经证明，当你对着一杯水说出充满爱和感恩的话语时，水的结晶会变得非常美丽；而当你对它发脾气、抱怨时，水的结晶就会变得扭曲丑陋。我们人体有 70% 都是水分，所以我们每天喝水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净化身心、转化磁场的最好时机。这第3个行动非常简单，从今天起，你每天端起水杯准备喝水的时候，不要急着一口喝下去，先看着这杯水，在心里默默地念一句充满善意与祝福的话。你可以默念愿我的家人平安健康，也可以默念愿我今天遇到的人都充满欢喜，甚至只是简单的一句感恩这杯水滋养我的生命。当你带着这份善意和祝福把水喝下去，这杯水就成了最清净的甘露，它会滋养你全身的细胞，把你体内的负能量慢慢代谢掉。当你的内心充满了善意，你散发出来的磁场就是温暖的、慈悲的。那些原本对你有敌意的人，感受到你这样柔和的磁场，他们的态度也会跟着软化。朋友们，这3个微小的行动，睡前的关心，开口前的停顿，饮水时的祝福，看起来微不足道，
但只要你愿意把它们融入生活，这就是最真实、最落地的修行。朋友们，我们今天聊了非常多，我们聊了前世今生的牵绊，聊了因果业力的流转，也聊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用微小的行动去化解恶缘。其实走到人生的这个阶段，荧幕前的你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一些人情冷暖，受过伤，也流过泪。有时候我们会独自感叹，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会这么复杂，这么磨人。弘一法师曾经说过，缘聚则生，缘散则灭。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永远属于谁的，不管是来报恩的，还是来讨债的，这些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其实都是来度你的。那些爱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力量，让你知道这个世界值得留恋；而那些伤害你的人，折磨你的人，则给了你历练和智慧，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放下。那些让你痛苦的逆缘，就像是打磨钻石的砂纸，没有这些粗糙的摩擦，你的灵魂就不会发出耀眼的光芒。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看待身边亲人的眼光，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心里不再有那么多的怨恨，不再有那么多的意难平，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深深的包容与慈悲。因为你终于懂得，所有的相遇都不是为了互相折磨，而是为了彼此圆满。在今天这支影片的最后，我想邀请荧幕前的你，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请你在下方的留言区留下你对家人、对朋友，甚至是对那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一句温暖的善言，或者是一份真诚的祈福。如果你认同今天的分享，也欢迎在留言区打上阿弥陀佛或随喜赞叹，为自己和家人结下一份善缘。你可以写下愿我的家人平安健康，无病无灾，也可以写下愿那些曾经的逆缘都能在今生化为善缘。当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留言区留下一份善意，这里就会汇聚成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巨大磁场。这份强大的善念不仅会回向给你自己，为你化解业障，也会祝福到每一个点开这支影片看到你留言的有缘人。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让你有所启发，欢迎把这支影片转发到你的通讯群组，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亲朋好友。这也是一种无形的法布施哦。相逢即是善缘，非常感谢你今天愿意花时间听到这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为你的心里带来了一丝平静与启发，诚挚地邀请你按下订阅，让我们一起在这个频道里共修善缘，点亮心灯。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眼中有光，心中有爱，所遇皆是良人，所见皆是美好。愿你福生无量。我们下期影片不见不散。